恭喜洛杉矶快船，本赛季在6连败过后，莱昂纳德出战的比赛里依旧是未尝连败。最近的5场比赛、6场比赛里，他们就是赢一场输一场的这样的一个波折的态势。但是呢，就像这个影视剧人物当中高启强说的那句话：“风浪越大，鱼越贵啊。”所以现在看看快船队在这波风浪比较大的阶段，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应的感觉，然后继续一路向北。而灰熊队这个赛季，大家也都知道，他们的目标可能不再是季后赛了，更多是锻炼年轻人，包括让贝恩、让3勾的持球去能力增加。他们今天依旧给强大的对手造成了威胁，连续其实差一点点就能够造成2场的大爆冷。灰熊今天的表现也是值得大家的掌声。他们今天最后出手数还是比快船要多了7个。对，在场上呢，虽然篮板数最后你还是发现不如快船，但是灰熊队全队的努力是值得大家掌声。对，快船队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赛季平均得分118。今天快船这个灰熊队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防守，利用他们疯狗这个撕咬性的防守啊，把这个快船的得分限制到101分，做得非常好。对，这个最后决定比赛还是球星成色。对，最后这个乔治也好，莱昂纳德也好，还有哈登也好，最后那个3分。就是你防守失位了吗？没有失位。对，篮板球失位了没有失位？确实他就是靠着个人能力把那个球投进了。这个就是这个球员成色能够决定比赛的一个走势。但是反观这场比赛，整个的灰熊队的积极性、拼劲儿要比快船好。对，你如果今天碰到和其他对手稍微这个人员齐整一点的，你都不太好拿下。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从全明星回来之后，确实整个快船队他的球队感觉有点羞大了啊。确实，就像莱昂纳德之前在全明星赛前输掉应该是鹈鹕那场比赛之后说的，我们不能只靠天赋打球，就是我们天赋就是我们能力比你强，最后时刻拉出来1、2个回合比成功率，我们有这个保罗乔治，有哈登，那当然自己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一环啊。但是呢，你说要跟灰熊队这样的球队每次缠斗到最后时刻，对球队的体能消耗也是很大的。这个赛季他们在全明星赛后还有7次的背靠背，是全明星赛后场数最多的球队，其实是赛程非常的艰难。但是这个球队的年龄又是联盟大家也都知道老将为主的球队，他们需要更多的去以高效的方式比赛，并且让更多的球员登场，让比如说最后的，比如说到10场左右的时候，莱昂纳德、保罗乔治、哈登，你得保证健康啊。威斯布鲁克，你是不是可以在场上多去打一打？今天威斯布鲁克表现其实是不错的，尤其跟上一场对比，威斯布鲁克现在表现好呢，也就20多分钟，是不是有机会在之后再调？包括今天塔克是时隔快3个月了，再登陆到 NBA 的比赛的场地当中，38岁的老塔克今天虽然在场上没有什么表现，没出手主要是，但是塔克呢上来是一个信号，是不是坦鲁需要延长这个阵容？包括接下来如果这个谁需要休息，这个鲍尔今天是歇了，保罗乔治的复活究竟好没好利索？莱昂纳德大家都知道，这个多多少这个赛季还有点小伤，虽然没怎么缺啊。哈登加盟到快船之后1场不休，这是劳模。对，要不要让他们调整一下？关键是你马上就要打季后赛了，你现在如果前4的位置，你这个全明星队后这场比赛你要好好拿下，拿下之后你要保证你的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第4名的位置，或者是有机会到第3名的位置之后，你后面的时间你才有机会，才有这个后手给这些老队员在临近季后赛的时候进行一些调整和休息。没错，如果你后面的追兵追得又很紧，你就该拿下的比赛没有拿下的情况下，作为主教练也不太敢给你去过多的去调整和休息。没错。